我先进去。看着还在犹豫不定的众人，魏无羡自告奋勇：“我学过散打，有些身手，就算有什么机关，也能活着出来吧。”真实原因是他被那2声吓到了，虽然现在不许成精，但万一是之前的呢？他还没忘记这座古墓1000年了，这外边有，万一进去了，那个不知名的鬼大哥进不去呢？抱着这样的心态，魏无羡在众人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目光中，很是愉快地踏进了第一间墓室。与外边的灰暗环境不同，这里边可谓是亮如白昼。魏无羡正愣在原地了，直到外边的人在唤他名字，他才回过神来，里面没有危险，可以进来。和魏无羡一样，进来的人无一不被眼前的场景惊讶到。这墓室中，墙壁镶着数颗散发出柔和光芒的夜明珠，把墓室的每一处都照亮了。这也不算什么，难得的是这墙壁满满都是刻痕，刻着数幅壁画，壁画的每一道痕迹下刀很成熟沉稳，足以知晓刻画之人的熟练，仿佛练了千百遍，把画中人的神态都铭记于心，才没有错误，刀刀一画即成。忽而一人惊讶道：“这有字！”魏无羡闻言望了过去，墙壁上的字清晰可见，致无爱应，后面竟还有一个极为现代的爱心符号。应无爱，忽略掉那个格格不入的爱心，魏无羡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夜夜擅自闯入自己梦中的人，那人心上人的名字是魏婴。不知为何，分明没有任何证据和迹象，但魏无羡笃信这墙壁的婴和魏婴是同一人。为何这样想呢？他也觉得很荒唐，关键是不是同一个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扰他清梦来说撒狗粮啊？等等。魏无羡顿住了，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古墓大概应该是古代名士蓝忘机的墓。那这无爱经史书所描述的不近女色，感情只会影响他拔剑速度的韩光君，竟然有心爱的人。而且这壁画上的人虽无具体模样，但那衣着打扮妥妥就是一位男子啊。魏无羡都可以想象到，如果这真是蓝忘机的墓室，这些发现传出去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了。要知道蓝忘机流芳千古，那粉丝也是很多的。这不，先前那位崇拜者满脸迷茫，嘴上还念叨着一定是做梦。对了，这一定不是蓝忘机的墓地。我偶像不可能吧？也不是不可能。魏无羡在心底暗暗道，说不准蓝忘机还有可能爱而不得呢，不然后世怎么半点不提蓝忘机的心上人？这一次蓝忘机墓室的地方却满目都是他的心上人。冷静，至少如果是你偶像，这该是多好的一个人呐，至死不渝，更加偶像了。旁边的一位女孩子拍了拍那人的肩膀，安慰道，不过他那双眼睛已经写满了我要吃瓜了。除了个别还在恍惚的，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拿着工具开始研究了。魏无羡也不再看他们，转而也开始研究起这些壁画来。奇了，按理说这座古墓已经历经千载了，这壁画竟然不染纤尘，干净的好像有人每日都要打扫一遍。哎，这有什么好惊奇的？要是这是蓝忘机的墓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别忘了，那个时代可是能修仙的，可能这里施了什么法术呢？确实，如果不是蓝忘机的墓，也定是同时期其他修仙名士的墓，这一趟值了。耳畔传来几位老师的话语声，魏无羡却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看向了其中一幅壁画，心中那莫名的熟悉感，他不得不在意。可是这画他不该见过的。画上没有色彩，有的只是寥寥几刀下去的轮廓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男子于屋顶上提着酒坛似的东西，仰头尽数饮下，而另一位立于墙边，墨额随风飘起，微微仰头看着饮酒的男子。天上一轮明月映照着，战与应月下初见。魏无羡不自觉伸手抚向画边的字，一个模糊的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快到抓不住。战与应初见，这是蓝湛和魏婴的初见吗？众所周知，忘机是他的字，他大名蓝湛，墨额，史书记载姑苏蓝氏子弟皆佩戴墨额。显然其他人也发现了每幅画旁都有字，有些也刻着名字，加之画上其中一人的墨额，这无疑佐证了这就是蓝忘机的墓。这个婴到底何方神圣，竟然让蓝忘机这般放在心上？第一个墓室就是这么多亲手刻画的壁画。
别说，我有个可怕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这个鹰会不会是夷陵老祖魏无羡？他的大名就是魏婴啊！疯了吧？史书记载他们在射日之争时甚至打起来了，而且蓝忘机这样一个名士，喜欢一个修轨道的人。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当魏无羡没有粉丝是吗？而且前段时间聂怀桑的墓中发掘出来的日记还没说清楚吗？魏无羡那是个极好的人，我还说蓝忘机喜欢魏无羡一点也不奇怪呢，他们天生一对也不是不可能。我没这意思，我当然知道魏无羡很好，可是那个时代的蓝忘机知道吗？毕竟那个时代魏无羡的名声真的很不好。